们要我的肉给谭书月做药引？难道看不出来他是装病吗？还敢污蔑书月，他生病都是你害的。这肉你必须割，动手！是。够了吗？你们的血肉我还给你们。对自己可真狠，看着都疼。陛下，你又疼了。前日伤腿，昨日伤脸，今日又割肉。夏琳，去给朕查，朕到底替谁成了伤痛？是。小姐，药来了，我去端盆热水。小姐终于有救了。出生时，丞相亲爹的政敌将我和仆人的女儿调换了。跪下！我被认回府第一天时就被他带到祠堂。对祖宗发誓，你永远不会伤害淑月。淑月不哭，我舒曼只有你一个女儿。谭书月住府里最好的院子，金银首饰数不胜数。我住在柴房附近的破旧院子，只有2身换洗的衣裳，但好歹不用再乞讨，我很知足。成何体统！可谭书月依旧不放过我，姐姐不是故意的。陷害我。来人！他嘴一张，眼泪一抹，我就得挨巴掌、挨板子、跪祠堂。好在我的痛觉在到丞相府后就消失了。书月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这药引可有效？这次多亏有姐姐在，妹妹感激不尽。女子最想要的，莫过于一个如意郎君。妹妹这里有一个合适的人选，户部侍郎家的小公子万世辉，在不久前见过姐姐一面，对你一见倾心。万世辉的大名，我在乞讨时就尝尝这个，放浪形骸，流连花丛，得了一身脏病。书月心善，这门亲事不错。我明日就去拜访万夫人。既然你说好，那就自己嫁过去。书月好心为你介绍婚事，你竟然打他！爹，姐姐心气高，可能看不上万公子吧。都怪我不能给姐姐介绍更好郎君。他一个乞丐，凭什么看不起万公子？再者，他说不定早就破了身子，正经人家谁会娶她？是我想当乞丐的吗？你们既然看不起我，当初就不该接我回来。我现在就走。谭书月和爹娘撒娇的时候，我在和狗抢食；他学习琴棋书画的时候，我在躲避其他乞丐的追打。现在离开，也不过是回到从前。你想去哪儿？回到你的乞丐窝吗？我们丞相府可丢不起这个人。姐姐，娘不过是太心疼我，一时失言，你别放在心上。带大小姐回院子，没我的命令，一步也不许踏出府门。是。这都没让他滚出相府，要不是他的出现，我也不至于被人嘲讽。哼，狗仗人势的东西。此时正是府上巡逻交替的时间，也是我出府的最佳时机。谁在那里？不好！哟，这不是大小姐吗？大半夜不待在房里，爬墙头跟个野丫头似的。毕竟当了那么多年乞丐，哪里懂那些小姐们的规矩？别跟她废话。把这野丫头押去给老爷领赏去。真是烂泥扶不上墙，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都没有。那你就让我走，免得给你丢脸。白天我已经给过你面子了，别挑战我的耐心。明日你娘会去万府，你老老实实等着出嫁。这便是年近半百、松行鹤舞、满朝称颂的美人。来人，我的亲生父亲，捂住他的嘴。将他关进祠堂，严加看管。可在我眼里，
却堪比恶鬼。哼，下一次我一定能逃出去。陛下，找到了吗？回陛下，按照您说的情况，符合条件的人只有一个，丞相的亲生女儿谭敏华。总算找到了，吩咐下去，明日朕要去相府。呀，姐姐，你怎么还在流血啊？昨天被拖下墙头，伤口又出血，父亲却连药都没给我敷一下。爹娘特意给我请了宫中的太医，没给你请吗？畜生，快放开舒月！你放肆！我们是你爹娘，你敢对我们动手？孽女，孽女！你们想我死，就不是我爹娘。快找大夫！谁让你死了？你们想让我嫁给一个满身脏病的男人，我想走，你们还不同意，不就是想让我死吗？姐姐，爹娘都是为你好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娘的身体不好，万一气坏了怎么办？舒月，不用说了，他就是个狼心狗肺的白眼狼。来人，我要请家法。爹，家法一请，姐姐非死即残，您三思啊！这是他自找的。谭敏华呢？估计又在后院受罚吧。你们是谁？大胆！这是陛下。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姐姐，你现在求饶还来得及。谭敏华在哪儿？在那儿。有一个硬骨头，先抽他10下。是。给朕住手！朕说，让你们住手！参见陛下。陛下，陛下，皇帝，他怎么来了？孽女还不跪下！不必了。好像还是来帮我的。不必了。贵千金身上有伤，就不用动了。诸位也都平身吧。谢陛下。谢陛下。陛下，不知贵千金犯了什么错，要受这样的惩罚。回陛下，姐姐对爹娘安排的婚事不满，出言不逊，还咬伤了爹爹，因此爹爹才想对她小惩大戒一番。小惩大戒，再这么打下去，朕怕是要直接去见列祖列宗了。好一个小惩大戒，不如谭姑娘亲自感受一下。夏琳，拿藤条来。陛下恕罪。陛下登基5年，向来温文尔雅，喜怒不形于色，这还是他第一次露出这么明显的情绪。陛下，小女天真不知事，还望陛下恕罪。 18岁了还不知事，趁早重新投胎算了。闭嘴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
谭丞相对这个假女儿倒是疼爱，只是为何对亲生女儿如此残忍？臣这个女儿长于市井，本性顽劣，臣只是想磨磨她的性子。是啊，在府中我们能包容她，但日后嫁了人，又有谁能容她？谭大人和谭夫人真是用心良苦，但你们不用再担心谭姑娘的婚事了。朕此次来丞相府，就是来接谭姑娘进宫的。什么？进宫？朕此次来丞相府，就是来接谭姑娘进宫的。回陛下，草民愿意进宫。凭什么？大胆！天颜面前岂容你放肆！陛下恕罪，臣女爱慕陛下已久，因此在听说姐姐要进宫时，才一时失态。陛下开恩，舒月年少无知，求陛下看在老臣多年操劳的份上，饶他这一次。传令下去，谭丞相之女舒月无才无德，谭丞相教女无方，罚俸半年。走吧。启禀陛下，姑娘伤重，微臣这就为姑娘开了几个方子调理。谭姑娘感觉如何？床很软，工人伺候得很小心，挺好。可朕不好，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把自己的疼痛转移到了朕身上？别动！我什么都没做。从回到丞相府后，我就感觉不到疼痛了。在那之前，我只是个在大街上要饭的乞丐，连宫门往哪开都不知道，更别提见过陛下了。当然不是你干的，暗卫都把你的资料翻烂了。朕只是不甘心。朕知道了，你自己注意一点，别再受伤了。我也不想受伤，都是别人打的。以后不会有人打你了。在我们两个之间的联系解决之前，你就安心在宫中住着。你们好生照顾谭姑娘。是，这个皇帝还怪好的。皇后娘娘驾到。你就是皇上从丞相府带回来的妹妹吧？果然是个可人疼的，难怪陛下这么眼巴巴的接了过来。娘娘，我和陛下不是……皇帝显然没和任何人透露过我们之间的特殊联系，我该怎么解释？别害羞，可怜见的，很疼吧？你爹娘怎么就这么狠心，打你打得这样狠？娘娘，不疼的，疼的是陛下。别为他们说话了。来人，传本宫口谕，谭夫人不辞，降其诰命。至于谭氏舒月，罚抄礼记10遍，好好学学礼仪廉耻。是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这丞相呀，苛待自己亲生女儿，被皇帝撞上了。可不是嘛！听说丞相被罚了俸禄，夫人告密都撤了。对，还有那个假千金也被皇后重罚了。堂堂相府，竟这么糟践亲骨肉！来，您的包子。是啊，现在京城谁人不知相府的安杂事儿啊？娘，女儿日后可怎么做人啊？别怕，只要你爹不倒，就没人敢在你面前说三道四。至于亲事，就只能将你远嫁了。娘，女儿舍不得你们。娘也舍不得你，但在这京中，你怕是嫁不了什么好人家了。陛下和皇后娘娘一定是被谭明华迷惑了，他肯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。要真是这样，可不能让他牵连家里。有大臣进谏说朕不该将你带进宫，说你不堪为妃，就差指着朕的鼻子骂朕被美色冲昏头脑了。是丞相指使的，他可真是看不得我好。陛下，你打算怎么做？他只是进谏，朕又不能杀了他。那就恶心恶心他。外人看来我是入宫为妃，
既然是出嫁，丞相府作为娘家，就该给我嫁妆。夏琳，去丞相府传朕口谕。爹，谭敏华简直是狮子大开口，凭什么要把相府一半的家底都抬给他当嫁妆？老爷，那可是给咱们书院攒了10几年的压箱底宝贝啊！真要给那个丧门星？陛下亲口下旨，若是不照做，那就是抗旨不遵。夫人，去库房，把给书月准备的那份嫁妆先送进宫吧。老爷，那书月以后出嫁怎么办？我会再想办法凑的。现在绝不能再惹怒陛下，否则书月这辈子都别想在京城抬头做人了。天哪，这相府可真富贵，这红珊瑚树怕是全京城也就这一株吧。这么大规格的东珠，我记得是藩邦进贡给皇室的御用品吧？去，请陛下过来，就说为好宝贝要献给他。怎么，发了大财，想起朕这个中间人了？哼，这是朕去年赏给北京立功将领的贡品东珠，怎么会在相府的嫁妆里？不仅有东珠，还有好几箱户部督造的金条呢。陛下，贪污公款、私藏贡品，这罪名够他喝一壶了吗？敏华，他毕竟是你亲世父亲，你就这么恨他，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？他们毁了我对爹娘的幻想，他们杀死了我的爹娘，我到底有多痛？陛下，您比任何人都清楚。朕知道了，但仅凭这些东珠，朕还不能直接问责丞相。我知道，所以这些陛下全部拿走吧，我不需要。这些可是价值连城的红妆，你当真舍得？我这种人吃饱穿暖就够了，财宝带不进棺材，却能救活百姓。听说陛下想扩建收留孤儿的慈幼堂，却苦于国库亏空，这下钱够了。好，朕答应你，这些东西都会用在百姓身上。夏琳，带人将这些箱子悉数查封，送往户部，拨给慈幼堂。真好啊！要是我小时候也有个慈幼堂，就不用去跟野狗抢饭吃了。今日早朝，陛下宣布将谭敏华退回的嫁妆全部捐给了慈幼堂。他这是拿爹的钱去给自己买名声，收买人心。重要的是，陛下已经盯上相府的家底了。接下来这段日子，相府要过得清贫一些了。为什么呀，爹？咱们家底厚实，凭什么要装穷？书月，你爹这是要演给皇上看，得让天下人都知道，相府为了凑齐那些嫁妆，掏空了家底。我知道了，爹。你们都下去。谭衍青那只老狐狸，最近整个相府吃糠咽菜了。正常，不过谭衍青能忍。那位娇生惯养的谭二小姐，可忍不了多久。巧了，后日便是中秋宫宴，想必那位谭家姑娘绝不会错过这个露脸的机会。哎呦，这不是相府二小姐吗？怎么穿得如此寒酸？瞧瞧，我家这扫地丫鬟穿的都比你富贵。丞相府莫不是真的穷得揭不开锅了？谭敏华，都是因为你，才害我沦为全京城的笑柄。都怪那个该死的谭敏华，要不是他，我怎么会被那些名媛嘲讽？我长这么大，从没穿过这么破的衣服。这衣裳多好啊，素雅洁净，普通百姓一年到头想穿这一身，还穿不上呢。是你，谭敏华。害得我家宅不宁，竟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炫耀。我有何不敢？我现在可是皇帝的人。倒是妹妹你，上次在相府眼巴巴的向陛下表明心志，结果陛下连正眼都没给你一个。我要是你啊，早就找个地洞钻进去，没脸见人了。我杀了你！放开
谭书月在宫里动陛下的人，你想好怎么死了吗？少得意！你现在不过是陛下的一时新鲜，连个正式位分都没有。等陛下验了你，你就等死吧！那我保证，你会死在我前面。疯子，你这个疯子！你敢这么对我，爹娘绝不会放过你的。我等着，回去告诉他燕青，让他别像个缩头王八一样躲着，有本事就尽管使出来，他动才能有破绽。老爷，咱们书月从小娇生惯养，何曾受过这种罪？那个孽女竟敢在宫里动用私刑，你可一定要为书月做主啊！陛下现在被那孽女迷了心窍，连我的折子都敢留中不发，近来对我更是百般不满，我能如何？老爷，难道就这么算了吗？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既然明面上动不了他，那就让宫里安插的那些人动一动吧。谭姑娘，这宫女在您的汤里加了料，抓个正着。冤枉！奴婢只是奉命行事，奴婢不是刺客。别在我这儿哭，把他直接交给陛下处理。针对谭书月这步棋走对了，心肝宝贝受了罪，老狐狸果然坐不住，连宫里埋的死席都动了。陛下，相府长女谭敏华不孝不弃，在中秋宫宴公然凌虐亲妹，甚至意图谋杀，请陛下严惩谭大小姐，以正视听。陛下，臣虽是其生父，但也教女无方。陛下乃旷世明君，万不可为了这样一个孽女，让圣明受损啊！请陛下大义灭亲。下毒！谭燕青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陛下息怒，微臣惶恐，实在不知做了何事，让陛下如此动怒。你惶恐？你惶恐到能将手伸进朕的后宫？陛下，臣冤枉，臣对陛下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。带上来。大人，救救奴婢！奴婢是按您的吩咐做的，救命啊！谭丞相，你糊涂，竟然为女儿出气，试图毒害朕的妃子。来人，拖下去，师大。打得好，这老狐狸害朕疼了这么久，挨这10巴掌，算便宜他了。陛下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去给朕查，谁给他下毒了？我这是怎么了？完全提不上力气。谭敏华，你怎么总是让朕这么痛？回陛下，谭姑娘并非中毒。没中毒怎么会这么疼？是女子月事之痛，因谭姑娘早年身体亏损太重，底子极薄，这才会引发如此剧痛。给她开药调养，想办法，现在就让她不疼。是。你每次来这个都这么疼吗？倒是难为你这个皇帝，陪我受这份罪了。陛下，太后请您过去一趟。母后，皇帝这是怎么了？脸色怎会如此难看？母后放心，孩儿不过是有些受了风寒，没大碍。母后急着唤儿臣，可是有要事。皇帝，如今宫中流言纷纷，都说你为了相府那个千金冲冠一怒，甚至在大殿上动了丞相。你老实告诉母后，你对那个谭姑娘到底是个什么心思？母后，儿臣对她伤在她身，疼在儿臣身上。你竟爱她到了如此感同身受的地步。既然如此，你怎能让她无名无分的住在宫里？
成何体统？母后教训的是，夏琳，拟旨谭氏敏华，柔家盛姓，书慎持中，封为容妃。她身子不适，让她不必下跪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谭氏敏华册封为容妃。容妃，容妃，那个贱人竟然封了容妃，陛下瞎了眼吗？谭明华，你凭什么？老爷，您劳苦功高，陛下怎能为了那个孽女下此狠手啊？不必多言，那是我做臣子的本分。婉儿，去我书房暗格看看，那件东西有没有人动过。有了这些，就算爹要放弃我，我也能给自己挣个通天前程。谭燕青这老狐狸缩在家里养伤这几天，朕趁机发落了他好几个党羽，原本推不动的开仓放粮，这回总算顺了。陛下，身为妃位，我是不是有权给人赐婚？自然，你想给谭淑月和万世辉赐婚？谭衍青肯定死活不同意，他一定会带伤进宫求您撤旨。到时候，陛下顺水推舟，同意便是。好，夏琳，传容妃口谕，宣相府二小姐与户部万公子婚约。丞相伤势未愈，应该多休息才是。谢陛下体恤，但老臣今日不得不来，请陛下开恩，让容妃娘娘收回成命，撤掉小女与万公子的赐婚。爹，这只是个饵，你要是不亲自入宫求情，我还没法当众撕开你那张慈父的假面具呢。丞相这就奇怪了，当初你亲口说万公子与容妃是天作之合，怎么现在不过是换成你的二女儿，就如此排斥了？那万世辉流连花丛，得了一身脏病，实在不堪为良配。臣当时是被容妃气昏了头，才说出将她嫁给万公子的混账话，求陛下收回成命。丞相糊涂啊！若非朕将容妃带进宫，你岂不是亲手毁了亲生女儿的一生？你这当爹的心肠何其歹毒！臣知罪。罢了，既然你知错了，这婚约便作废。只希望丞相日后办差，别再这么容易气昏了头，办错了事。臣谨记圣训。陛下，臣要弹劾丞相玩忽职守，纵容家眷干预选官。哦，爱卿请细细道来。原来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葡萄，确实很甜。娘娘，早朝上传来消息，陛下在大殿上狠狠身去了丞相，还命他在家闭门反省呢。去准备马车，我要出宫。娘娘，这陛下特许我自由行走，只要带上暗卫即可。爹，这一仗我得亲自去收购。老臣参见容妃娘娘，娘娘千岁。老狐狸果然能忍，有前朝那帮老潜伏在，我暂且动不了你，报复你还得借陛下的手才最痛。都起来吧，我这次回府是为了给妹妹和万公子的婚事添妆的。爹，是这样吗？您不是说婚事已经退了吗？
多谢娘娘美意，但老臣方才已请陛下怜悯万家这门亲事，陛下已经恩准收回旨意了。哎呀，那还真是可惜，那么好的亲事，妹妹竟然无缘销售。不过妹妹别担心，我身为长姐，以后定会为你寻觅更合适的人选。我会用心给你找的，除非你能讨得皇上恩典，否则你这辈子都别想逃过我的手掌心。鱼钩已经下了，谭书月，别让我等太久。书月，那孽女刚才跟你耳语什么了？她只是威胁了我几句。别怕，有你爹在呢。她现在不过是个宠妃，动不了向相府的根基。娘，你们保不住我的。丞相再大，也大不过天子。既然爹不敢争，那我就用这些罪证，亲自向皇上换一个锦绣前程。去相府闹了一通，就这么开心？连牵扯到背后的伤口都没发觉。陛下，您就坐稳了等着吧。过不了多久，谭书月准会带着谭衍清的要命罪证，哭着喊着来找您。你就这么笃定？谭衍清毕竟疼了他18年，为了他，连亲生女儿都能舍弃。疼了18年又如何？谭书月这种人，骨子里最是自私。只要能保住他自己的荣华富贵，他可以放弃任何人。陛下可知舒曼为何身体一直病弱？那是谭书月悄悄给他下了慢药，又在自身上涂了脚。只有他在身边，舒曼才觉得舒服。我当初回府提醒过他们，可他们却认定是我嫉妒，在那儿污蔑他们的乖女儿。好，那朕便恭候这位谭二小姐的大礼了。陛下，相府那边来人了。谭二小姐托人给奴才递了信，说有关乎国本的要事，求见圣颜。敏华果然没算错。看看吧，这是你的好妹妹亲自给朕送来的。怎么，目的快达到了，不开心？谭衍清，他这回是真的要完蛋了，对吗？如果这信里的罪证够大，再加上朕手里攒的那些，相府必倒。敏华，事到临头，你是不忍心了吗？那毕竟是你血脉相连的亲生父母。不忍心。我在街头跟狗抢食18年都活得好好的，被他们找回去后，却差点死在他们手里。我恨不得他们死得越凄惨越好，越痛苦越好。放心吧，你想让他们付出的代价，朕都会帮你讨回来。你想要的，都会得到。陛下，如果只是因为我们之间那点古怪的联系，您大可不必做到这一步。您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朕说的是丞相，他让朕平白受了这么多疼，朕岂能轻饶他？况且，朕忍他这老狐狸也够久了。别胡思乱想，好生歇息。书月，皇后娘娘素来与那孽女交好，怎么会突然宣你进宫？这其中怕是有诈呀！娘，您多虑了。有了那些证据，我就是大功臣。什么李亲王世子、镇国公独子，只要我开口，皇上一定会给我赐婚。娘娘，陛下刚才派人来传话，说谭二小姐进宫了，问您要不要去长阳宫凑个热闹。这种痛打落水狗的好戏，本宫怎么能缺席？走吧，随我去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容妃娘娘到。
臣妾拜见皇后娘娘，娘娘万福金安。你这孩子，伤还没好全呢，怎么就动真格行起礼来了？陛下要是知道了，准得心疼。我进宫时伤重，陛下和娘娘免了我的请安，现已痊愈大半。娘娘这些日子送来的药材补品，臣妾都记在心里。这一拜，是臣妾该有的礼数。你是个懂事的，一会儿谭书月就到了，你且坐着看戏，千万别动气，伤了自个儿的身子。娘娘放心，今日该动气的绝不会是我。谭二小姐到。臣女参见皇后娘娘，参见容妃娘娘。妹妹免礼，几日不见，妹妹看起来消瘦了不少啊。陛下驾到！参见陛下。都平身吧。谭姑娘，你说你有要事要禀告给朕，现在说吧。事关重大，请陛下屏蔽左右。陛下，此事事关重大，臣女只想与您一人说。这殿里还有外人在。放肆！一个是朕的皇后，一个是朕的容妃，哪个是你口中的外人？你若是不想说，现在就给朕滚出去！陛下恕罪，臣女要揭发家父。丞相谭衍清结党营私，私收巨额贿赂，甚至贪污了治理黄河的官银，导致去年安乐县决堤，数万百姓流离失所。这些就是家父藏在书房暗阁里的真迹罪证。谭衍清，你视若珍宝，甚至不惜杀了我都要护着的宝贝女儿，现在亲手送你上断头台。谭姑娘，你还真是大义灭亲啊！你帮了朕一个天大的忙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？臣女不求高官厚禄，只求陛下垂怜，给臣女赐一门如意亲事，保臣女一生衣食无忧。既然进不了宫，我也要嫁进高门当正头夫人，绝不被这贱人踩在脚下。陛下，臣妾倒是想到了一个好人选。大将军独子宋义军年少有为，武功出众，且京中传闻他洁身自好，这对妹妹来说可是不可多得的好姻缘。姐姐会有这么好心？你为陛下解决了这么大的烦恼，我也该尽长姐之责。只要你嫁得好，咱们过去的恩怨就此一笔勾销。若真如姐姐所说，那臣女谢陛下隆恩。既然谭姑娘没有异议，那朕便成全你。夏琳，你旨，赐婚谭书月与宋小将军，5日后便是良辰吉日，即刻筹备，即日完婚。臣女领旨。说说吧，那个宋义军到底有什么猫腻？朕可不信你会亲自送他去享清福。陛下，这世上有些洁身自好，是因为没人敢把那些见不得光的东西说出来。那大将军府的后院，可是深不见底的泥潭呢。我曾亲眼见过，从将军府后门抬出的麻袋里，是一具年轻的女尸。那尸体露出来的手臂上，全是被折磨的伤痕，是宋义军打的。宋家竟敢瞒下这种暴虐行径！我还在乞讨时，在乱葬岗翻东西吃，撞见过将军府丢尸体的仆人。他们亲口说，宋义军性情暴虐，最爱听女人的惨叫。谭书月想让我嫁给脏病的万世辉，那我就让她嫁给失谢的宋义军，一命抵一命，很公平。你啊，明明是在报仇，却还要给朕解释这么多。朕该说你太善良，还是说你竟然还会为此愧疚？陛下可是人人赞叹的仁慈贤君，怎么反倒说起我善良了？敏华，坐在这个位子上，死在朕手中的人已经不计数。朕从不觉得自己善良，可天下的百姓都很感谢陛下，您杀的都是该杀之人。我在流光里等你。
如果当初在街头快饿死的时候，也有这样一双手握住我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赐婚丞相次女谭淑月与大将军之子宋义军，5日后完婚。宋家虽是武将，但宋义军可是独子，这门亲事倒是不错。可陛下为何赐婚的如此仓促？娘，女儿这回可是立了大功，陛下这是在奖赏我呢。我儿果真聪慧，娘这就去房把压箱底的宝贝都拿出来，定要让你风风光光出嫁。既然是圣旨，那便好生准备。有爹在，谁也委屈不了你。瞧瞧这10里红妆，相府这哪像是穷的揭不开锅的样子啊！热闹吧，这可是你这辈子最后一场热闹了。夫君，既然进了我将军府的门，那咱们就玩点有意思的。憋了5天，整整5天，老子快疯了！谭明华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果然不安好心！啊去！哎呀，我的娘娘，夜里风凉，快传太医。娘娘这是受了风寒。不用问了，陛下口渴难耐，头重脚轻，直接按容妃娘娘的方子，也给陛下煎一份吧。谭明华，这病得可真不是时候。原本明日就要发难大宴请，但现在不得不推迟时间了。今儿是舒月回门的日子，怎么还没动静？夫人，我们少奶奶昨夜贪凉，不慎得了中风寒，今日怕是回不来了。中风寒，昨儿出嫁时还好好的，怎么就……不行，我的舒月从小身子弱，我得亲自去将军府瞧瞧。夫人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？天塌了不成？官兵，大批御林军把咱们丞相府围得水泄不通。怎么会这样？老爷呢？老爷还在朝上吗？没了？怎么会没了？一定是老爷，老爷提前拿走了。对，一定是这样，不可能的，老爷从未瞒过我，除非是被贼偷了。奉旨搜查，给我仔仔细细的翻，任何角落都不要放过。老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咱们家到底犯了什么错？夫人，这么多年辛苦你了，接下来你可能要陪着我这老骨头去吃苦了。丞相，你看看这些信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陛下，文字最易伪造。臣在丞相之位10年，勤勤恳恳，忠心不二。臣字字问心无愧，求陛下明察构陷之人。陛下，仅凭几封来路不明的线件便定罪丞相，恐难服众。看他这次怎么收场。什么时候起，我的人被皇帝替换了大半？不过，仅凭这些他销毁剩下的残片，定不了我的死罪。伪造、构陷，谭丞相，你大概还不知道吧？
这些信可是你视若性命的宝贝女儿亲手交给朕的。是谭敏华那个孽女，对不对？是她进宫告御状害我。容妃，她一个回府不足几日的人，哪能拿到你书房深处的密信？是谭书月，你最疼爱、视为掌上明珠的谭书月，亲手把这些交给了朕。书月，竟然是书月！夏琳，读。谭衍清任内贪污赈灾款80万里，卖官误拐36起，草菅人命，分明一箭销毁了。只要你做过，在这大地上就会留下痕迹。朕查了整整5年。谭衍清，你太让朕失望了。拟旨：谭衍清贬为庶人，即没家产，即刻押入天牢，韩服5代之内不得参加科考。5日后，谭衍清与其妻舒氏流放宁古塔，永不入京。曹民，谢陛下隆恩。老爷，书月呢？咱们书月没事吧？她已经出嫁了，将军府会护着她的。曼儿，你一向最疼书，要是我告诉你真相，你该如何是好？还好咱们书月已经嫁了人，老天爷保佑，让我的书月平平安安，长命百岁。好一个感天动地的慈母心肠！你挖我的肉给那个恶毒女儿做药引食，可曾想过我也会疼？舒夫人的慈母之心，真是让本宫大开眼界呀！孽女，你害得我们抄家流放，现在是来看笑话的吗？我是来告诉舒夫人一个真相：你心心念念的宝贝女儿谭书月，不仅不想救你，还是亲手把你们送进地狱的推手呢！你胡说！你书房暗格里的信，除了谭书月，谁能拿得到？他用你们的命换了将军府的一身大红嫁衣。舒夫人，这滋味好受吗？老爷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暗格里的信是不是书月拿走的？我疼了他18年，为了他，我连亲生女儿都能舍弃，他怎么敢？容妃娘娘深夜亲临这安扎之地，不会只是想对我说这些吧？当然不是，我是想亲眼看看昔日高居云端、视我如草芥的丞相和夫人跌进泥潭里挣扎的样子，看你们活得像条丧家犬，我心里舒坦极了。陛下隐忍5年，原本不会这么快就收网。谭敏华，你到底对他吹了什么枕边风？是你自己作恶多端，安陆县几万条人命在天上看着呢。陛下恨你，理所应当。恨我？那是你恨我，所以他才会恨我。谭敏华，你别天真了。你以为没了相府撑腰，你在后宫能活多久？陛下的宠爱迟早会消失。等到那天，你一个没根没底的野种会被那群如狼似虎的妃嫔生生撕碎。我在宁古塔等着看你的下场。没关系，在他厌弃我之前，我会先送你们下地狱。这种恐吓的话，我都听出茧子了。爹，与其操心我的以后，不如先操心舒夫人能不能活着走到宁古特吧。以她那副被谭书月常年下毒摧残的身子，我看不出京城百里就得咽气。你休要信口雌黄，书月怎会下毒害亲娘？那是慢药，只有谭书月身上涂了解药，所以你们才觉得只有她在身边才舒服。这招养病还是她亲口教我的呢。我到底哪里对不起她？我这18年把命都给她了呀！曼儿，别哭，别哭，有我在，我会护着你的。老鼠算什么？这可是宁华土最常见的珍馐美膳呢。饿肚子、吹冷风、挨鞭子，想到你们可能遭遇的一切，我就想笑。敏华，以前都是爹娘的错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求你去向陛下求个情，放过你母亲吧。谭大人认错人了，舒夫人的女儿只有谭书月，我不过是个乡野乞丐。可那是你亲娘，
是她怀胎书月生了你。那生恩，我割肉还他的时候就已经还干净了。敏华，你回来，把舒曼带走，求你了，带他走。出了一口恶气，开心吗？快走！磨蹭什么？别打他了，要打就打我吧。他们现在看起来跟我当年讨饭时一模一样。陛下、娘娘，将军府那边刚传来的急信，谭二小姐谭淑月和那夫婿宋义军都没了。这么快就同归于尽了？走吧，去将军府送我那好妹妹最后一程。外面风大，朕陪你一起去。走吧。陛下，你一定要为臣妇做主啊！那个姓谭的贱人，他杀了我的义军啊！哦，那唐氏向来柔弱，为何要拼了命去杀夫啊？陛下，容妃娘娘，救救奴婢们吧！宋义军那个畜生，这些年打死的女子不计其数。你住嘴！少奶奶嫁过来才几天，身上就没有一块好皮。今日少爷发了疯要掐死她，少奶奶是为了自保才抓起金簪杀人的。少爷倒下后，是宋夫人，是她亲手拿白绫勒死了少奶奶。抬上来。这伤可比我背上的重多了。谭淑月确实恶毒，但宋家更是一群披着人皮的畜生。宋将军，宋夫人，你们还有何脸面喊冤？朕赐婚是看中将军府门第，可你们教出的好儿子竟是个以此虐人为乐的衣冠禽兽。你们不仅知情不报，竟还敢私刑勒死命妇。这都是家务事，臣家务事？你纵容部下杀良冒功冒领军粮的事也是家务事吗？宋家贪污军饷，罪同谋逆，即刻抄家。丞相将军两府祸乱朝纲，今日朕便彻底倾诉朝野，所有赃款悉数用于百姓建房放粮，以安天下。谢陛下隆恩，陛下圣明。容妃娘娘，陛下最疼你了，只要你肯在枕边替我父兄求个情，你要我的命都行。我要你的命干什么？这事儿我帮不了。来人，把柳妃娘娘扶出去。皇后娘娘驾到。哭哭啼啼的，成何体统？华善，带人把柳妃拉走，送回宫去禁足。多谢娘娘解围。娘娘，我记得陛下近来素常朝纲，您的母族似乎也被牵扯。我不理解他们，明明是被家里送进来当棋子的，却还要为了那些人搭上自己。娘娘，我人微言轻，恐怕也帮不了您。放心吧，本宫不是来求情的。那些人贪得无厌，作恶多端，本就活该落得这个下场。敏华，我是来向你告别的。告别？娘娘要去何处？我已经求了陛下，3日后我就要出宫入山修行了。这繁华牢笼，本宫待腻了。往后的路，你自己小心。娘娘，您地位稳固，朝野归心，即便林家也撼动不了您的凤位，何至于此？是陛下对您说了什么重话吗？他什么都没说，是我累了。这5年，我不敢有一丝懈怠。我磨掉了所有的爱恨，只为了做一个完美的雕像，一个合格的妻子，一个称职的皇后。陛下敬重我，却不爱我，我也同样。但你不同，他爱你，甚至为了你，他正准备遣散后宫。遣散后宫，陛下从未跟我提过。抱歉，娘娘，我从未想过要取代您的位置，更没想过要把您赶走。傻孩子，这世间情爱本就强求不来，不必道歉，这不是你的错。陛下许我1万两黄金，保我一生荣华。离了这深宫，我反而更自在。往后别叫我皇后娘娘了。
我本名为林婉柔。皇后对你说什么了？她是不是为难你了？还是伤到哪了？陛下忘了，我要是有事，您会第一个感受到。林婉柔说：“您准备遣散后宫。”朕不需要那么多女人制衡朝堂了。后宫人多眼杂，朕怕一时疏忽，又让你受了伤。在相府我是草芥，在街头我是蝼蚁。这辈子第一次有人这么坚定的只选我一个。六妃娘娘，不，柳姑娘，这是陛下给各位离宫娘娘的津贴。燕青，咱们才走了10几天就守不住了。他那18年到底是怎么过的呀？走吧，我的皇后。纵使臣服，主皇后千岁，坐不安。